好，我们书接上回啊，上一章我们是把双均线这个系统的进场信号、开仓和评价保护的相关功能写了一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完善这个系统啊，我们会把这个仓位计算啊，也就是以损定仓啊，跟踪止损，把它添加上。最后我们再增加一个常用的这种时间过滤器。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个视频里面关于仓位的这一块，上个视频我们在代码里面是直接使用的这个0.01手啊，一个固定的手数去开仓的。那么我们就先修改一下这块的内容啊，我们新增一个计算仓位的方法。首先我们声明一个函数用来计算我们的lots， 然后它接收几个参数啊，首先就是我们的entry price 啊，进场价格，然后是我们的止损，止盈的话就不太需要的，然后还需要我们的 SL type 和SL param，就需要这4个参数。然后我们先声明一个变量，用来存储我们的止损金额。因为我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就是用这个 EA 来做一个演示，所以我只会判断一种计算仓位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固定金额的方式。SL money 等于我们的 SL param。然后其余的话我这里就不做判断了，我直接就给它 return 0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先要计算止损的距离，先获取一下 digits symbol info， 这是个 int 类型 symbol digits。这里我记得应该是要给它做一个强转的啊，不然的话它会报这种相关的这个警告。然后是 distance， 使用我们的进场价格减去我们的止损，然后使用这个 mass ABS 获取之间的这个价差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它进行一个normalize double， 转换成这个 digits， 然后除以我们的 point， 对，然后我们判断一下，如果这个有些特殊情况是计算出来的这个价差太小了，都已经45入之后都已经等于0的情况下，我们就直接给它 return 0啊，否则的话如果 SL distance 等于0的话，后面我们计算这个仓位的时候会报一个除数为0的错误啊，我们提前判断一下。接下来的话就是获取点值，take it value， 然后使用 symbol info double 下的这个 symbol 和这个symbol trade ticket value symbol trade ticket value。 OK， 这就获取到我们的点值。关于点值也是要做一下判断啊，就是有时候特殊情况可能这个会获取不到的话，它就等于0的话，我们就还是 return 把这个手数 return 0。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真正计算手数的部分啊。公式的话也很简单啊，也说过很多次了，就使用我们的风控除以我们的止损，再除以我们的点值，等于风控除以我们的，它这样写也行啊，但是我们常规来说还是这样写的，除以 SL distance， 再除以
ticket value。这个我们还是需要给它做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处理啊，就是 normalize double。手数的话就是2。最后再判断一下，根据他们这个 step 啊，来判断一下，就是规范一下这个手数。double lot lot step lot volume step symbol volume step， 对的。然后 lot 就等于我们这个 math run 下的这个 lot， lot 除以 lot step， 然后再乘以一个 lot step 啊，最后 return lots， return lot， 这应该就可以了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错误啊，这里错了。编译一下看一下，没毛病。写好之后，我们就在开仓的地方给它调用一下。首先是算了，我们单独写一下吧。double lots 就等于calculate lots， 然后进场价就是我们的 ask 价，止损价就是 ask 减去 support loss 乘以 point， 然后 SL type SL param 对着的，然后把这个填入进去。这是我们针对于多单的一个判断，针对于空单的话，对，也是同样的逻辑啊，调用一下这个方法，进场价格倍的，然后止损价格 SL type SL param。没毛病，我们编译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哦，对了，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进行修改啊。lots 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编译一下，逻辑上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我们在旁边这个使用 MetaEdit 再编译一下。好，我们回测一下，就不使用这个可视化了，我们观察一下它的订单，应该就可以看出来的。评价保护的话，这里我们先给它设定为 false 啊，然后止损的话，我们就使用200U，然后止盈点数这先不改，我们先看一下。有时候是能够盈利的，但是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啊。我们看一下订单就能够看出来这里的，因为我们这里是使用这个固定的手数啊，固定的止损点数去做的，所以你如果是看这里的交易量的话，它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啊，基本上都是0.2。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盈利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看一下最多的盈利也就是200U啊，因为证明我们这里的离损定仓起效了啊，因为我们这里写的是200嘛，200U 最多盈利估计也是200U，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盈亏比就是一个1:1的样子啊。好，我们这里的仓位计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跟踪止损的功能给它添加上去。添加之前我先把这里改一下啊。如果只是有单纯的这个评价保护的话，你可以像刚才那种写法，但是如果你是这后面的还有其他的逻辑的话，你就不能这样写了啊，你得把这个 for 循环放在这个 if 里面，这样的话才对啊。如果用户启用了的话，我们才会调用这里面的内容。好，关于跟踪止损的话，我还是添加在这个持仓管理里面，还是声明几个外部参数 ，input 波尔类型啊 ，use trailing stop 啊 ，trailing stop 就等于处啊，是否启用跟踪止损，是否启用跟踪止损？
跟踪止损其实跟这里的评价保护在最开始的部分还是有很多类似的点的。首先就是它需要一个trigger points， 也就是跟踪止损的触发点，然后还需要一个TS 下的这就是一个初始化的第一次触发这个跟踪止损之后，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止损向上移动多少点啊？这里我们就写一个25点啊，然后这个代表的就是跟踪止损，初始移动点啊，然后还需要一个跟踪止损，跟踪止损触发后啊，移动点，这个我们写小一点。move points。好，我这里的话就一次性再把这个 time filter 给加上啊，就是时间过滤器。啊，它也是需要一个开关啊，布尔类型啊 ，use time filter 等于出是否启用时间过滤器，然后给它定义一个time start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给它一个默认值30和比如说1410，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的数值的意思啊。这里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交易期间的开始时间，然后这里代表的就是我们交易期间的这个结束时间。它们的范围都是0到这个1440，也就是它是按分钟来算的。这里写30的话，也就是凌晨的30分钟。好，这就是我们的时间过滤器啊。我们加快一下这个进度啊，不要把这个视频拖得太长。针对于这个时间的话，你们可以自己进行一个判断，就是逻辑上的判断一下这个开始时间要处于这个0和1440之间啊。针对于这个 start time 和 end time 同样的逻辑啊，都是在这个 onInit 方法里面做一下相应的判断。我这里就不写了，我就挑重要的这个代码写一下啊。我们就在这个 break even 下把这个 trailing stop 也写一下。如果用户启用了这个 trailing stop， 那么还是 for 循环跟这里应该差不多逻辑啊，先复制一下。for 循环 in 的 i positions total i 加，然后先获取它的 ticket， 然后获取 type 和 magic， 最后我们再对，还有这个 open 和我们的止损止盈SL distance 也是需要的就全复制过来。distance type 等于 by 的话，我们 distance 等于 current price 减去 open price 来除以 point。如果 if 这个 distance 大于等于我们的TS trigger points 的话，并且 stop loss 是小于price open 的话，我们进行一个止损的修改。profit 没毛病。然后是我们的做空做空的话也是同样的逻辑然后 price open 减去 current， 然后触发我们这个TS 的trigger points， 然后止损的话是大于这里的这个，然后把这个加上。基本上来说，这里的话就跟我们启用屏保的功能是差不多的逻辑是差不多的。然后它还要加的一个就是 else if。else if 的话首先的话我们得判断一下这个 stop loss， 这个 stop loss 要处于
针对于做多的话，就是处于这个position open 的上方或者是相等，那么就代表它肯定是已经过了第一次的评价保护的一个阶段了。然后我们再判断一下目前的价格和我们目前的这个 stop loss 之间的这个价差，要注意 point， 注意 point 是否是处于这个 trigger points 减去我们的加上我们的 TS 下的 move points，就是这个逻辑啊，就是首先是它肯定是已经过了我们这个阶段了，然后到下面的话就是目前的盈利处于这个TS move point 比它这个点位要大，然后的话我们才会进行相应的这个止损往上拉的这个操作。我们就使用这个这里的话就是 stop loss 啊 ，stop loss 加上这个 TS move points， 然后再乘以 points， 再加上我们的止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针对于做空的话，也是差不多的逻辑。首先是做空的话就是相反啊，我们止损要处于开仓价的下方或者是相等，然后使用我们的目前的止损减去目前的价格除以 point， 如果它是如果之间的价差是大于这个trigger points 减去initial points， 然后再加上这个move points 的话，我们才需要对它进行相应的这个修改。这里修改就是减啊，减去 TS move points。好，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编译一下，56行，56行，怎么了？插括号吗？应该是。哦，插一个 for 循环的括号。这应该没问题。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开仓的这个 time filter 给它加上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有点长了，加快一下进度啊。就写这吧。time filter。如果用户启用了这个 time filter 的话，怎么感觉这个写的单词不对呢 ？use time filter， 取反了。如果用户没有启用的话，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 true 就可以了，就是所有时间段都可以进行交易啊。然后是我们的time circle， 一天的话就是86000啊，一天的秒数，然后再获取当前的时间，这不是这么获取的啊，当前时间是用 time current 来进行获取，然后是这个类型也不对啊，有的时候它的这个 AI 的提示还是挺离谱的，不能全信啊。可以辅助，但是你不能全信它。这个获取的是当天凌晨的时间，也就是今天最开始的那个时间段啊。我们这里给它重新命名一下，这个叫 current time 减去这个 current time 取这个余数，也就是一天的这个秒数。
就得到了目前已经走过的时间段，再使用最开始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时间段减去这个已经走过的时间段时间秒数，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天的凌晨的时间。然后还需要获取的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计算时区了啊，可交易的时区。这个结束时间的话，就是使用我们这个 start START，怎么不提示呢？就使用这个 start time day 啊，给它加上我们这里上方写的这个 time end 的乘以60啊，就代表的是首先将我们用户输入的这个 time end， 用户输入的这是大写的啊。所以我们这里使用这个小写的 time end 也是没毛病的啊。首先使用这个 time end 乘以60，就是把这个转换成为这个秒，然后再加上凌晨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可交易时区的一个结束时间啊。这里是我们的可交易时区的开始时间，如果小于 time start 或者是大于这个 time end 的话，就代表是不处于当前时区范围之内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哎，报错了，145行，写错了。没问题。我们直接把这个时区给它在开仓的时候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这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编一下，再检查一下，应该是没有遗漏了。这都跟昨天差不多的逻辑啊，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的。好，整体逻辑都没问题之后啊，我们在具体的盘面上看一下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你们的代码啊，我这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啊。好，我们在盘面上看一下啊。欧美，然后评价保护线禁用，跟踪止损，如果达到30个点的话，我们就向上移动15个点，然后每移动10个点，然后这个先禁用了。我们开始看一下。均线交叉了进场，这是0.01手。太快了，我们等下一个吧，等下一次交叉。算了，我不在盘面上给大家看了啊，我以这种调试的方式啊，trailing stop， 这是进场之后应该是第一次触发，这应该是处于这个，哎呦，这里写多少啊？30点。处于30点之后，向止损向下移动15点啊。移动15点，是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应该就会触发我们这里的这个跟踪止损啊。那我先把这2个断点给它去掉。OK，
下次走到这里的话，行情继续向下走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止损向下移动用户设定的这个点数，我这里设定的是这个10个点，移动了吗？应该是修改了啊，看一下啊，应该是修改了啊 ，modify position。我们把这个速度拉慢一点啊，让大家动态的看一下这个效果，应该是能够看出来的。大致止损了，算了，大家自己去把这个代码写一下，自己去测吧。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 time filter， 这个视频一做又是做了太长了。true， 把它设定为 true 的话，我们就比如说我只让它在凌晨1点到只在凌晨1点进行开仓了，看一下判断的这个。小于 start， 然后大于我们这里的 time end， 对，设定为 true， 这个的话也设定为 true 吧。我们主要看一下它开仓的时间有没有正确啊。这里的话就不需要使用这个可视化了啊，因为我们的 MT5 的回测报告里面有一个更好的观察的地方了。这里是我看120除以凌晨。写的有问题吗？先不用这个了。86400，没毛病。time current 处于这个我这里写错了啊，编译一下，这应该就没问题了。只在这个凌晨1点，我看一下订单吧。开仓时间只在，我们看 in 啊 ，in 的代表开仓 ，out 是我们这个平仓时间啊，这个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啊，能控制啊，但是针对于这个策略逻辑来说的话，它不需要控制啊。这里的话就是凌晨1点到凌晨2点开始的时间啊。凌晨2点开始的时间，我们给它加上这个等号的话，大于等于的话，就把我们这个结束的凌晨2点那个时间点给去掉了啊。这样的话，应该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啊，也就是它是不包含这个结束时间的啊。我们看一下，再测试一下这个，看一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时间段给它测长一点啊。5点到10点，也就是5、6、7、8、9。看一下成交的订单。也是没有10点的。很正确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啊。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这种相应的逻辑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添加。包括针对于今天的这些功能，你们也可以自己进行相应的测试，把它放在其他的交易品种上测试一下也可以啊。我这里就不测了啊，你们愿意测的话自己把它写一下测一下啊。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